要打仗了，指挥官却搬了一箱烈酒，战士们排队领取，但这不是用来喝的，而是用来跟坦克搏命的。德军兵临莫斯科，面对强大的钢铁洪流，苏联战士们必须血肉之躯挡住敌人。潘菲洛夫师的一个连队接到战斗任务，他们在深夜赶赴战场，用了一整夜挖掘防御工事，在侧翼建立起小口径炮阵地，还用木头做的大炮搭起了假阵地。经过一整天的等待，敌人并未在白天发起进攻，而是在夜幕降临时，德军的大口径榴弹炮才为战争拉开了序幕。他们对假阵地发起了炮击，战士们窝在战壕里，笑话着德国鬼子浪费弹药。其实这也是缓解战前的紧张。枪炮无眼，上了战场，谁敢说不害怕呢？足足3个小时，这场炮火组成的演唱会才停下来。敌人的坦克冲破烟雾，成群的步兵则紧随其后。战士们紧张地凝望着前方。好在苏军也有榴弹炮支援，随着指挥官一声令下，冲在最前沿的坦克被炸得人仰马翻，炮火有效地遏制住敌人的进攻。但很快，德国战机呼啸而来，他们不攻击前沿阵地，而是直冲后方的榴弹炮。这下，战士们失去了炮火支援，只能直面坦克。他们借助地形优势展开攻击，步枪专打露头的步兵，反坦克枪械则冒着炮火打断敌人的履带。这时，侧面的小口径炮兵就开始打固定靶。他们默契的配合使敌人寸步难行，开始缓缓撤退。就这样，他们挡住了第一次进攻。大家掩埋逝者，送走伤员，心里都明白，真正艰难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敌人通过这次进攻，也摸清了前沿阵地的部署，他们的榴弹炮再次蓄势待发。这一次，战士们还能幸运躲过吗？这个战士把枪对准天空，他居然想击落敌人的战机。没办法，面对实力是自己数倍的敌人，他们也只能这样发泄心中的怒火。敌人的炮击开始了，战士们赶紧蜷缩进防空洞，还开玩笑地打趣道：如果炮弹命中我们，至少此时还能有个伴儿。但有些人则不会这么幸运。这个士兵疯了似的扒开泥土，等抛出被掩埋的战友，才发现他已经咽了气。轰炸把阵地变成了炼狱，扬起一阵阵灰尘和烟雾。侧面的小口径炮阵地也成了敌人重点打击对象。不知多久后，炮击终于停止，幸存者们缓缓爬出掩体，眼前是怎样的惨状？大炮被掀翻，到处是战友的尸体。连长向上级报告，整个连队只剩28人，能对付坦克的还剩下1门小口径炮和2支反坦克枪械。就算抱着必死的信念去战斗，可弹药都快见底了。上级连忙安慰会马上派出援军，但实际上他的手里已经无人可用。这剩下的28人将孤军奋战。连长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：今天的我们也许必须死在这里，这将是我们的宿命。兄弟们，再没有退路了，因为身后就是莫斯科。连长脸上露出坦然笑容，每个战士的眼神都透露着坚定。大家知道是该为国捐躯的时候了。德国坦克又已经逼近，他们拿起燃烧瓶和集束手雷，来吧，来战啊！最后一门山炮瞄准敌人，打响了战斗，但随后就被坦克的炮火掀翻。敌人的机枪喷射出火舌，将反坦克步枪打成了筛子。旁边的新兵见状，立刻冲上去接替了战斗岗位。只见他屏气凝神，一枪打断了坦克履带。敌人已经非常靠近了，藏在侧翼的重机枪终于派上了用场。他哒哒哒地倾泻出子弹，把跟在坦克后的步兵彻底摧垮。眼看敌人的炮口对准自己，机枪手却毫无惧色。他知道，一旦自己停下来，将会有更多战友牺牲。大伙脸上写满了悲壮，但坦克已经近在咫尺。一个士兵拉开燃烧瓶，却被子弹击中，临死前却是用力把它抛出。步兵压上来，那就把他们再赶回去。活着的人已经不多，但大家战斗的意志却丝毫没有减弱。他一脚把德国人踹回坦克，然后迅速朝里面扔了2个燃烧瓶。坦克里立刻传出阵阵哀嚎。打到现在，他们已经不在乎生死，为了阻止这些钢铁巨兽继续践踏祖国的土地，每个战士皆是发出最后的嘶吼。这是不可能打赢的战斗，但这也是必须打赢的战斗。有些坦克已经要越过战壕，一个老兵急忙拿起集束手雷，可刚刚起身就被数发子弹击中。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一眼接过连长递来的枪支，挺着最后一丝力气，趴在战壕上向面前的敌人开枪。等连长炸毁越过的坦克，才发现他的战友已经永远长眠。与此同时的炮兵阵地，2个幸存士兵放平了长官的尸体，然后踉跄的上前归位了火炮。仔细看，这个装弹手已经身受重伤，鲜血从他身上不住的滴落，但他必须支援自己的战友。炮手镇定的瞄准射击，打中了，他高兴的欢呼。敌人的炮口也对准了这里，他大声叫喊着装弹，却没人回应。扭头一看，重伤的装弹手静静地坐在那里，已经流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。炮手扒下他手里的炮弹，扭头就继续投入战斗，但敌人的坦克终究快他一步。他淡淡一笑，坦然赴死。
这是何等的惨烈！战壕里已经不剩多少活人，连长被震瞎了双眼，咽气前却还在鼓励士兵继续战斗。炮弹袭来时，年长的士兵会把年轻人压在身下，尽管大家不怕死，但禁不住弹尽粮绝。他们翻遍所有弹药箱，一颗子弹都没了，只能扔块石头出去吓唬吓唬德军。敌越来越近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，有刺刀的上好刺刀，没刺刀的就拿起斧头和铁锨。他们心里默念着1、2、3。这将是战士们最后一次冲锋。突然，侧翼又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，机枪手还活着，颠成片的倒下，他的手指烙下了深深的印痕，眼神里充斥着坚毅和果敢，手里的机枪尽情地咆哮着，收割了一个又一个德军的生命。远处的德国指挥官看到前方不停倒下的士兵，以为是遭到了埋伏，他一挥手下令撤退。殊不知，苏军阵地里活着的士兵已经只剩6个，他们爬出战壕集合在一起，身旁浓烟滚滚，前方是夕阳，背靠着祖国。即使明知会牺牲在敌人的下一次进攻，他们也绝不会后退半步。今天，在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，已经竖起了一座座丰碑，歌颂这段不平凡的英雄战役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英雄角色在濒死前的慢镜回放，缓缓倒下的伟岸身影，战友绝望的呼喊和英雄坚定的眼神。然而，在28勇士里，牺牲是无声的，是沉默的，是没有任何预兆，也没有任何铺垫的。一个英勇的苏联战士，只要1秒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自己的战友，倒在了战斗岗位，甚至没有悲伤，也没有哀悼，连多看一眼战友尸体的时间都没有。恰恰是这种最平淡、最朴实的技术手法，描绘了这帮只要有烟抽、有伏特加喝就可以过日子的英雄们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如此真实的履行保卫祖国的职责。在战争中，生命的逝去就是如此平淡，英雄就是在平淡无奇的战场上诞生，然后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口呼吸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片尾长达10分钟的赞助名单更为壮观，因为本片是3万多名网友集资拍摄的小制作，200万美刀或许只够某些电视剧拍几集。有些从业人员或许真的该反思一下，是谁说的小成本就拍不出好制作。